但魏无羡这一觉睡得并不踏实，一直在奇奇怪怪的诡异梦境里徘徊。紧接着，一条巨大的蟒蛇吐着信子在魏无羡脚边环绕，魏无羡心里害怕又叫不出来。大蛇抬起头，顺着魏无羡的脚踝往上爬，从小腿到大腿，又爬上了腹部，一阵一阵蠕动的感觉让魏无羡头皮发麻，浑身又动弹不得。眼看着大蛇就要爬到自己的胸口，啊啊呀呀呀啊啊！魏无羡终于惊叫出声，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胸口确实有一个东西在蠕动。魏无羡颤颤巍巍掀开被子一角，那团不明物体终于探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。爹地！蓝鱼从床尾拱到床头，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看着魏无羡。魏无羡捂住胸口，这梦做得真累人，吓死我了你！蓝鱼似乎也被魏无羡的反应吓了一跳，歪着小脑袋定定看了魏无羡一会，随即伸出胖乎乎的小胳膊，学着蓝忘机的动作，在魏无羡背上轻轻抚摸。没事没事。魏无羡把小团子捉下来，重新揉进怀里。干嘛？外婆呢？叫爹地吃饭。蓝鱼奶声奶气地回答。哦，魏无羡看了床头的时钟，已经快1点了，走吧走吧，吃饭了。吃过午饭，魏无羡拿着素描本坐在花园里随意画画，藏色带着蓝鱼一起种菜。自从蓝鱼回到家里，藏色就在花园里开垦出一块菜地，专门给蓝鱼种蔬菜。你在画我们吗？藏色手上戴着手套，难得一身劳动者打扮。魏无羡抬头看了看两人一眼，低声说：没有，他在画蓝忘机。爹地，画鱼儿。蓝鱼托着腮，不开心地看着魏无羡，黑乎乎的小手把小脸蹭成了小花猫。魏无羡不怀好意笑了一声，翻页照着蓝鱼的模样迅速在本子画了起来。看吧，小花猫。魏无羡将本子递到蓝鱼面前。藏色看了一眼，笑着说：挺像的吗？蓝鱼不服气，追在魏无羡身后，嚷嚷着：鱼儿不是猫，鱼儿不是猫。魏无羡有心逗儿子玩，两人在花园里一前一后绕着圈跑。魏无羡边跑边回头看蓝鱼，故意保持一个蓝鱼想抓又抓不到的距离，一个没注意，撞进了一个怀抱里。蓝湛，这么早就回来啦？魏无羡顺势搂住蓝忘机，凑上去对着脸颊亲了一口。鱼儿也要抱。蓝鱼黏黏糊糊凑过来，抱住蓝忘机的大腿。蓝忘机一只手将儿子捞了起来，另一只手搂住魏无羡，一起往屋子里走去。魏婴，今天听到消息，金光善忽发疾病，已经送去医院了。啊！魏无羡心想着昨晚那老头还精神抖擞的，莫非是纵欲过度？大哥说，好像是心脏的问题。蓝忘机低声说着，将蓝鱼放到沙发上，我先上楼换衣服，然后我们再出门。出去干嘛？魏无羡趴在沙发垫上问。检查身体。蓝忘机的声音从楼上传来。什么？蓝湛，我已经没有不舒服了。魏无羡赶紧跑上楼，他最害怕去医院，各种冰冷的仪器在身体上按来按去，想想都可怕，而且检查身体不是要早上空腹吗？这下午去干嘛呀？安排的项目有点多。下午先做一些。蓝忘机边脱衣服边解释道。蓝忘机害怕魏无羡没吃早饭，坚持不了全程。不要，我不去。魏无羡抱着手，靠在一边。魏婴，听话。蓝忘机皱着眉头，将衬衫一起脱掉，露出结实的肌肉。魏无羡乐呵呵跑过去，肆无忌惮地散发着巧克力香气，抱着蓝忘机就开始在腹肌上开油。去什么医院，待在家里多好吗？你说呢，蓝湛？蓝忘机气息有些不稳，将魏无羡推倒在衣帽间，骤雨般的吻密密实实落下。魏无羡小心思得逞，心满意足抱着蓝忘机的腰，手在后背的伤痕上来回抚摸。记得关门，蓝湛。这时蓝忘机口袋里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。蓝忘机本想把手机扔到一边，但一看到来电显示，脸色一变。大哥，是的，我回家了。蓝忘机坐在地上，顺便也把衣衫不整的魏无羡拉起来。什么？怎么啦？魏无羡也冷静了下来。蓝忘机握着电话，神色凝重，说：金光善在医院去世了。听说怀孕的人会梦见蛇，好可怕。金光善去世，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去吊唁。
一向与金光瑶关系甚好的蓝曦臣代表蓝家去就行，但魏无羡和蓝忘机因为目睹出事前一夜金光善的行为，有些在意，也一同前往了。葬礼上，由于金陵年幼，金光瑶变成了金家实际掌权人，葬礼的一切事宜都是他一手亲自操办。此时，郑贵坐在丧主的位置上，一脸悲戚地接受来自各方的吊唁。魏婴，金光善的死因是心脏麻痹。蓝忘机低声在魏无羡耳边说：“一把年纪还大半夜玩那种游戏，要是本身心脏不好，再加一点诱因的话，猝死也是在意料之中。可是那些人在金家都没碰到过，应该是临时从外面喊来的。”魏无羡脑海里还模模糊糊记得几张面孔，这中间一定有人在暗中安排。